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嘉玲张医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接续上次的中风的议题。上一集中风，我们讲了许多中风的各个脑部的解剖结构，让你知道所有的症状出现跟中风的关系。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中风的高危险群？那我怎么去预防我的中风？台湾的中风人口每6个人就有1个人会有机会产生中风，每18分钟就有1个人会发生中风，平均每年有3万个中风的案例。那么接下来我跟各位讲到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会跟你马上有发生中风危险。第一个我们要讲到是心律不整。那么我们知道心律不整分了好多种，跟中风最有关系的一种心律不整叫做心房颤动。所谓的心房颤动就是心跳一般要跳得比较快，蹦蹦蹦蹦蹦蹦，但是它是不规则的，它的跳动跟一般的心跳快又不太一样，它的跳动是心跳快加上不规则，比如说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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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10快10慢，10快10慢，但是它的速度还是属于一般正常比较快的速度，叫做心房颤动。那么心房颤动为什么这么危险？因为心房颤动，因为血流的不稳定，在我们的左心耳。左心耳在哪里？就是我们左心房的外边，上面有一个叫左心耳，会产生一个漩涡。那么这个漩涡就会产生血流速度的变化，我们血中的血块就很容易从这边打到心脏外面。如果这个血块打到脑部，就变成脑中风；打到冠状动脉，就变成心肌梗塞。如果你有产生心跳快而且不规律的情况，又有一些头晕、心悸、想晕倒的感觉，这个时候就是中风的前兆。所以心律不整里面的心房颤动，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第二个我要讲到的是颈动脉中膜内膜的厚度。我们知道一般颈动脉如果是健康的人，比如说他的动脉是这样，当你胆固醇高、血脂肪高，或是你的血压高、三酸甘油脂高，或是我们的代谢症候群，主要你的胆固醇里面的低密度胆固醇、小分子致密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里面的小分子致密脂蛋白，这个就会慢慢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造成我们的粥样硬化斑块。粥样硬化斑块就会让我们的内膜中膜变厚，变厚以后，你因为血压再高，缺乏运动，又吃得非常的好，你的斑块有机会会剥离。不管你的斑块剥离，从你的颈动脉剥离跑到脑子，或是你的我刚讲的这个因为心律不整产生的血块跑到脑里面，这个都会造成我们的脑中风。在台湾的统计，颈动脉正常大概一般平均在 0.75 到 0.79， 如果你的颈动脉已经肥厚到 1.25 经过 1.35 以上，你的脑中风比例就会非常的高。各位又要问我，张医师，你讲的都很学术很深，听不懂，我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已经发生在我身上？各位可能不知道，一般中风都是收到哪一科的医生病床上，中风就是在心脏内科医生的掌控跟治疗之下。如果你担心你中风，你也要去找神经内科的医生或是心脏内科的医生，给你做个好好的评估。我们根据这几年来台湾的医学中心台大的神经内科的资料显示，许多的病人可以用先前的 AI 的仪器来做一个评估。比如说连续性的心率监测贴片，它就是一个贴片贴在这里，那它可以监测到你的心率，24小时监测到你有没有突发性的心房颤动，或者说是我们各位观众在一般房间常常买得到的 AI 手表，它可以随时测到是不是这个心跳就跟张医师刚刚讲的一样，10快10慢，加上你的症状是头晕、心悸、快昏倒、想吐这种情况，那个就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么事先的监测一个预防。
所以这些的新的仪器在神经内科，你可以找机会好好的去理清自己是不是一个中风的高危险群。讲到这里，很多观众要问我，那么中风怎么治疗？你一旦发生了中风之后，我们上集也讲到柱孔性中风，它的症状是比较轻微，最严重的叫做出血性中风，尤其你的出血点如果是在脑干，复原的机会应该就不大，因为脑干是我们的生命中枢，它主宰着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只要你那边的脑干的地方遭到破坏的话，你想想，你的呼吸、心跳都在这里启动，你就没有呼吸、没有心跳，马上就非常的平静了。所以中风的治疗，它是一个抢时间的，它是一个非常紧急的。那一般传统的就是在3个小时黄金时期之内，我们必须送到医院，要接受血栓溶解剂的治疗，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做的一个治疗。如果你不想走到这个程度，你事先找到神经内科，做了不管是过去传统的颈动脉超音波检查，或是最新的我刚刚讲的那么多的检查，或是颈动脉内膜、中膜厚度的检查，如果你有读到90%到95%以上，那么你可以赶快装个支架，尤其是你还有这些常常发生这些头晕、心悸、心跳忽快忽慢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要赶快在这边装个支架，你就可以避免中风来临，那么重大的危机产生在你身上。那么在这里，张医师要跟各位讲一个中风比较新的技术。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早日做好养生保健。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